错了，我现在想以后你们还得生儿育女，就说将来就是你儿女对你们能啥样？凭什么我老公攒的钱都要放在领导这里啊？为什么我不可以管呢？您管可以，小了，您管可以，但是也要给我老公尊重我这个老婆吗？你觉得都有了仇了，还打哪门子结婚证？男嘉宾小浩25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户；女嘉宾小磊30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护士。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愿意。姐弟恋哈，不属于姐弟恋吗？大5岁嘛。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多大年龄，他告诉我们俩同岁。怎么认识的两位？是一个朋友的饭局，之后他追的我追了很久，然后慢慢的我们俩就开始在一起了。一开始你以为他跟你一样大是吧？对他，当时我问他年龄多大的时候，他告诉我也是25岁。那是因为你强调你想找一个没谈过恋爱的女朋友，我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时候我不也是被前女友骗过吗？所以我想找一个没谈过恋爱的女人。不，前女友骗你什么了？要找一个没谈过恋爱的女人？之前我谈过一个3年半的女朋友啊，我俩那时候处的都挺好的啊。我快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往他家投资了不少钱，他们家是农村，又是买家具，又是重盖房，大概有40多万。完了之后，最后他跟他前男友跑了，这么多。所以你要求我找过一个没谈过恋爱的，内心比较纯洁一点的。之前我又不知道这个，都是事发以后了，你才跟我说的呀。事发以后，你们什么事儿事发了？他妈总针对我，处处为难我。第一次他带我去他们家吃饭，我没想到我筷子还没等拿起来的时候，他妈就开始跟我讲着条件了，说你可以跟我儿子处对象，但是你不允许花我儿子1分钱。我第一次到你们家，整的好像我是来上你们家骗你儿子钱来了。那我妈不也是担心我吗？怕以后再找女朋友被骗吗？那你妈不能把你前女友的事全施加到我身上来呀。后来我不也是原谅你了吗？那你原谅我了，那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所有的事你都告诉你妈呢？不是他做了什么你原谅他了？他之前跟我说嘛，没谈过恋爱，啊，结果有一次在他的微博下面发现有个男孩给他留言，完了我点开那男孩的头像，看见他们俩以前的合影，完挺亲密的。他告诉我没谈恋爱。结果我发现了，他这个事欺骗我了啊！后来完了之后，我也跟我的妈妈说了，完了我妈妈就感觉这个女孩怎么说呢，就是不诚实，是这样。那我这不都是为了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吗？那我们也原谅你了吗？这个事儿你原谅我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告诉你妈呢？所以导致我第一次去你们家吃饭就那么尴尬呀。好，这事儿先过啊。你再给我举一个例子，他母亲怎么对你不好？就是我上一段时间做阑尾炎手术，当时我之前吧，钱包、身份证就全都丢了，然后当时所有费用全都是他花的，一共花了是5788.5块。哇，这么精细啊！因为我必须得记得真正一点啊。他妈是怎么对我的呢？我出院当天回到他们家的时候，我们俩刚走到屋里，他妈就把我们俩叫住了，把所有住院的票子全都摆着，拿着计算器一件一件的搁那记。大半夜的，你说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借钱？非得让我给他打个欠条。那我妈不也是害怕我被骗吗？然后你妈就说什么我又骗你钱了，又骗你什么了？我骗你什么了呀？他就总唯唯诺诺的。我和他妈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和现在一样，就往这一站，什么也不说。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妈吵架呢？他妈对我的态度始终都是那样，就是总是把他的前女友所有受过的气全都施加到我身上来。你这不是还没进门，你别说话不得了吗？那我不可能不说话呀！我还没嫁到你家，你妈就对我这样式，我要嫁到你家，你妈会对我什么样啊？今天听说你母亲也来了是吧？我的妈妈也来了。我们有请男方的母亲来，有请。您好，各位你们好啊，好，喜欢这姑娘吗？对于这个姑娘吧，喜不喜欢哈，这都无所谓。我儿子领回哪个姑娘都是我儿子媳妇儿，我不对人，我就觉得啥呢？对他的事儿，我是挺反对啊，所以说才能产生刚才就他们俩说的这些情况啊。那您跟我说说，为什么人家住院钱包什么都丢了，为什么非要连夜算账还钱呢？原因吧，这个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头一年我儿子处了一个对象啊，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方才你知道了吧？所以说就在这个基础上吧，哈，我就有点戒心了。
因为那时候卷走也是不少钱，也40多万不。是那钱是儿子的钱还是您的钱？我今天我就跟你说句实话，我是单亲之家，啊就我们娘俩。他在6、7岁的时候跟我爱人就离婚了，我那时候有点积蓄，这个钱就在我手里边。后来之后呢，认识这个女孩之后吧，哈，是我也很喜欢的女孩。这个女孩不，就她的前友啊，在这3年多当中吧，这说实在的，她就在我眼前待挺长时间。完了之后呢，我也是在她身上，反正也是付出了很多。1年说被蛇咬，我10年怕井绳了，我现在我就怕了，知不知道？你是没赶上好时候，我没赶花我1上好时候分钱，我也不想花他儿子1分钱都不行，就连我吃个苹果都能骂我半宿。你说这不对，你要是我现在进了我家门了，别说你几个苹果几毛钱呢，我这家业可以全给你。这我说是实话吗？那你现在没进我家门呢，我家满屋可以就说是水果各种各样，你为什么不吃？晚间的叫我儿子半夜你出去给我买2个苹果去，你不是强人所难吗？我让他买2个苹果又怎么了？再说所以本来我说，首姐姐你也知道先一点，再另外，我对你最大的不满意，你欺骗。你欺骗我儿子，当时说你说你没处过恋爱，那我没谈过。不知道你儿子有我为什么说我儿子前边的时候说他跟女朋友结束之后，我就告诉我儿子了，儿子以后你再处对象，绝对不能再找就说谈过恋爱的，这样的女人城府太深，我儿子太单纯了，我还怕他再去受骗。今天我再做点这个，我也不怕别人笑话。儿子你就不争气，要拿妈妈看就这样式的，1分钱不花要给我不要。哎呀妈呀，你看你咋说话呢？啊，我不管我咋说话，你就不争气。我跟你说，啊，双方父母有见过面吗？没有，后来见过面了啊，后来上家找他妈去那就是之后的了。事儿了。我回来找他妈去了。不是你找他妈干嘛？他要领我儿子偷跑啊！我为啥不找他妈去啊？说这都是那不是我后期的事愿意的儿了。吗？我跟他儿子分手了，因为他母亲，我就不跟他处了，不跟他要我在一起撵了，你别说了，我就直接我就跟他大半夜的把我主任说撵出去了我给他撵走了。我儿子就贱，给他打电话告诉说这啥呢？我又是媳妇儿啊啥呀？我离不开你啊，怎么的了？完了后来了，俩人这个要跑，买了票了要走，去哪儿？去说北京打工去啊！完了还得你说打工我不管，就你俩平地区挣，与我没有关系，1毛钱关系都没有。对，去干啥去？跟人合伙投资，又开什么火锅店，开什么店？不还有人拿钱？你能在家掏1毛钱？好，大姐行了，这个投了店了吗？没有，没投我没让走，被他妈这不现在发现了。看了这个，我就不让走。我不知道他儿子没跟他说去北京这件事儿。啊，你去北京没跟母亲说？我不敢说。啊，不敢说。那后来怎么就跟你母亲又扯上关系了呢？然后他妈就到我妈单位去作闹，说我骗他儿子，骗他儿子色，骗他儿子钱。我骗你儿子什么了？我为你儿子付出那么多，你怎么就看不见呢？我为了他辞去工作，不顾家庭反对，我不还是想和你儿子在一起吗？你付不付出这是你自己的事情。首先一点，再就说谈恋爱你欺骗了，在你这年龄段你欺骗了，我就不同意，这就是我观点。好，知道观点了，不希望他们在一起，对不对？对。如果他们在一但是你起，在一起，我话还这么说哈，就是啥呢？现在你们出去做买卖也好，投资也好，你不允许动我家1分钱。结了婚以后，就是我儿子，要是我不争气，硬要去跟他俩就组成这个家庭，我当妈的还得盼望我儿子啥呢？得这么说，看他幸福，看他高兴。因为啥？我带着孩子不容易，所以说最后我实在管不了你，你听好了，你俩硬要走，妈妈绝对不会阻拦的。但是有一点，从今以后，我也不是你妈，你不是我儿子。再想在我这儿拿1毛钱，儿子，你记住，我也不会给你的。我问他几个问题。你现在自己能挣钱吗？能。你敢当着你妈的面儿跟他在一起手拉手吗？他不敢，他连过情人节连束玫瑰花都不敢，还得在微信里给我发一束玫瑰花，就当做这么回事了。你说谁处对象有你这样事儿的吧？我也没办法。那对你表示的就不错了，说实在的。能进去。那还是偷着你呢，停要在我眼看都不让你发的。我告诉你，你还想让你儿子娶媳妇儿？我不是说这个，还想让你儿子娶媳妇儿不？想啊，那我不能让我儿子后半辈打光棍啊。那你就现在就踏踏实实、安安静静一下。这节目全国很多人都在看，你要老这么一喊你，谁敢嫁你儿子？就你这样。哎呀，你可错了。事实上来说，我是最善解人意一个人，哎呦，知道吧？哎呦妈呀！这我一点不说谎，因为什么呢？他有错在先，知不知道？大姐，我就喜欢你性格。对呀、其实我理解就是姑娘也不知道你儿子以前被伤害了，所以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他们现在年轻人谈恋爱，我也觉得有问题，动不动女生就搬到别人家去了，所以人男生这不俩个没咋着呢，住上了，就跟我这么较真儿啊，就觉得我老人如何如何，所以说我就告诉我儿子，就跟他俩早分手，不要。哎呀，大姐，我跟你说句话，他找的女人就跟你像，倔。事实上也不是倔，你知道吗？他还不倔，心眼特多，你知道吗？专有儿子呗。哎，对。我怎么专有
你儿子，你总说我转悠你儿子。怎么转悠我儿子？你自己心里知道，你最清楚了。我清楚什么呀？哎，姑娘，媳妇儿别吵了，你是我不是你媳妇儿。这现在你你找个看不看着？好媳妇儿吧？他好现在还没等咋地，没过门呢。你看就这个态度，行你想想将来我儿子给娶到家，他对我能啥样？你们说说。那都是之前因为你这样哎，对我的。姑娘，你首先你得尊重我，你想跟我儿子在一起，说白一句话，你就给我打点好了，你叫我开心，怎么的才能行？对了就你现在就这样，你就放弃吧。好了，我告诉你，好了，行，所以我不跟你儿子在一起了。哎，不错了，正打在我的心里还要来。找我呢？好，您的意思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这姑娘，您是真不喜欢。方才我说了，我不是对人，我是对他这个事儿，你知不知道？哦就我儿子哪怕领回今天瘸子拐子，他领回他看好了，我当妈不说啥。你说的啊？对呀，你说的啊对呀，我这向来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只要是你儿子喜欢的，给你娶回家了，你都当儿媳妇看待。对呀，只要他幸福，你就快乐。对呀，真好，这妈妈太不容易，来给她鼓掌。这人家这就不理解我，就说我对他怎么刻薄了，你看不看见？我就看见了。那个您先休息一下，我给他们俩拆了。但愿吧，主持人。我要万一拆不了，你要是从背后你跟他俩鼓掉，那只剩我跟你说，那不带黄的啊！我没信着你，知行，道我给他黄了。您先下去吧。来。儿子，我跟你说啊，我说话你记住啊。好嘛，你妈做什么买卖的？我妈在家开砖厂。哦，开砖厂的是吧？厉害，还想娶不？想。我俩其实感情挺好的，这就出现他和我妈的问题。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老师们看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任何一段以欺骗为开头的感情都没有办法得到祝福，除非欺骗人那一个人真心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里，并且愿意真诚的道歉。可是姑娘身上你一点都没有，你明明知道他想要找一个没谈恋爱的人，这是你明知道的事实，可你还要告诉给他你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你明明知道他想找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但是你明明比他大5岁，你却告诉给他我是跟你同龄的。这些都是你明知而为之的事情。如果站在理解妈妈的角度，她的确对你怀有戒备心，可你不但不能理解妈妈，你反而跟妈妈两个对着干。你明明犯了错误，你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自己是理直气壮的。所以难怪妈妈会不喜欢你。如果你想要跟她在一起的话，应该让妈妈能够接受你。最好的做法就是你需要去跟妈妈做一个道歉。如果这一点你都做不了的话，你即便跟他真的结婚了，你也不会幸福的。今天你们俩到这儿来是男方要求女方复合是吧？是。你今天为什么来到这儿？我就是想把这件事说明白了，不是我勾引他儿子。好 ，OK， 我想问，那你今天来这儿，你想跟他复合吗？还不确定。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让你跟他复合呢？得看他的表现，他怎么处理我和他妈之间的问题了。哦，要看他怎么表现。对啊。我这么说吧，如果说你们俩想复合，你也希望和他复合，你就好好的、乖乖的把你们婆媳关系处理好，你们俩就能在一起。特别是你要放下你现在这种心态，好好的去把你婆婆哄开心了，你们家就能幸福。其他我不说了。我们仔细来描述一下刚才所上演的这一切，很显然就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这是战利品，一个没脑子的战利品。他的母亲是卫冕，你是挑战。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位选手对战利品的态度。坦率的来说，对比之下，显然他的母亲比你要更爱他，这你承不承认？承认。你比如说他母亲在走之前说了一句话，不管怎么样，你毕竟是我儿子，领进家的你喜欢的媳妇儿，我不接受我也得接受，这是妈妈说的话吧？对。但你在今天台上所做的任何一切，其实都在让他为难。就你们俩吵的时候，他一直缩着个头在那儿。从这个对战利品的态度上来说，那个女人比你更爱他，这你必须承认。第二，你们两个女人都强悍，但是她妈妈比你要坦荡，她每一拳都打在明处，可你却尝试着使阴招。你不要口口声声说我没有指使她去北京，
但你明明知道这个不长脑子的家伙，你只要让他干什么，你不用明说，你只要有所示意，他就会去。而且你也明明知道他说给他妈妈听了，妈妈也不会允许。而且你明明知道他即便去了，那么你与他妈妈之间的战争便无休无止。但是他最后还是去了，你非但没有去劝阻他，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公关机会。你跟他说不要去北京，这样的话妈妈也会生气。涂老师，我说了，但是他还是去了，车票都是他自己去买，但说明你组织的不是很强烈。如果这个公关机会你抓好了，你就是把他拽到家里去，你说不管怎么样，我与你母亲之间不管有怎么样的矛盾，但是当下你去北京都是不合适的。我相信你们与他母亲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很好的改善，但是你并没有这样去做。还有一点，你所指的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我们不认为是善意的谎言。你的瞒骗你的恋爱次数和所谓的年龄，从你的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他能接受你，是爱的谎言，但事实上这是很明显的一种故意的不坦白。如果当时我知道他前女友的事，我会告诉他我谈过恋爱，我多大年龄。你不能这样说，你不能说我知道你的过往我就不撒谎，我不知道你的过往我就撒谎，不可以这样的。我撒谎的目的很简单，我只是喜欢他，我想和他在一起，这也有错吗？所以说你到现在还认为这是善意的谎言是吗？对。那我问你，时至今日造成的这所有的结果是你预料到了没有？没有。对呀，不就是了吗？事实上这个谎言，我为什么说不是善意的谎言？是你从这个谎言当中获得了好处，而别人从这个谎言当中获得了不安全。你如果说了你的真实年龄，你认为他会追你吗？那我不清楚。你看说这话就没意思了。你明明知道，你一旦把真相告诸于众的话，他根本不会追你。所以说有的时候和婆婆之间真诚一些，做一个有弹性的女人。我说句实在话，她妈妈一上来我就感觉其实这个老太太很容易搞定。包括赵川已经非常直白地诠释了这个母亲的潜台词，就是你要尊重我，你来了之后到我家是吧，你支持我的儿子出去买苹果，我的儿子这一辈子都没对我这么好，你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想想，他会不会高兴？其次，你跑到我家来，一个女生轻易的住到一个男生家里面，你想想看，对方的母亲是否会尊重你？你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份矜持？到最后，你被撵出家门了之后，你居然弄得他去了北京。那么从一个母亲的角度上来就说，你不光骗了我，你还明里杠我，暗里还整我，你说我能喜欢你吗？所以说告诉你现在3点事实。第一，他的母亲身体很好，至少还可以说活50年，所以如果你要战斗，这是张持久战。第二，这个家伙就是没脑子的，你在他就听你的，他在就听他妈的，你们俩都在不知道听谁的。第三，你爱不爱他？爱他。这3点既然成立，决定就是你要做一个有弹性的女人。其实你今天如果能够给他妈妈服个软，其实也不叫服软，真诚的道个歉，因为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道过歉，说我骗了你，真诚的道个歉，说我错了，我确实不应该骗他，我骗他确实是因为想跟他在一起，将来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告诉你，我不是那样的女生，你也不用那样的去提防我。希望这些话你能够听得进去，就这样。女生倒是有一个问题，真的好好想想，如果说你去了北京，他也跟你来了，你当时就是自己投了10万块钱，没要他那20万，可能妈妈的看法又会改变。就是你做的很多事儿，我相信出发点不是那样的，但是你做的所有事情，因为根基的不牢，就导致了一种不信任。这个不信任很难补偿回来的。从我这个角度，其他的不说，就冲你跟他母亲那么喊，记住，不管他有理没理，就这么喊，这么去爆发，这个女人要考虑了。为什么？她对老人基本尊重都没有。哎，分手了会给他妈道个歉吧？我不知道。哎，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老婆，其实有些时候，我妈毕竟是我的长辈嘛，养我这么大的人，
你也尊重一些，有些事情你也让一些。你有些的事情，你要不是不那么跟他犟，不那么跟他顶嘴，咱们也没这么多事情。我妈不也说了吗？如果说咱们俩结婚以后，有些事情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你自己也知道，我不是从一开始每一件事我就和你妈顶嘴犟，是你妈一次一次逼着我跟她张嘴，开始一起在一块儿吵架，你都看见了。再怎么样，他也是咱们俩之间的问题也不是像他们所有人想的那样，只有你心里最清楚。但是，毕竟怎么样，他也是我的长辈，他也是我的妈妈。不管如何，他对与错，在咱们这都是对的。也希望你以后咱们俩一起尊重我的妈妈，好吗？哎，交换箱子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5、4、3、2、1，请开门。嘿嘿嘿嘿嘿嘿。就是爱你，爱着你，有悲有喜，有你，平淡也有了意义。就是爱你，爱着你。别哭啊！那种感觉就是你。站中间吧，老太太。大姐，你们家户口本丢嘞！媳妇儿，这是我的户口本，只要你愿意，我马上就结婚。不是，拿我看是不是我家的？没有这个没关系。不是，是嘉宾交看一下，不是嘉宾交给我的，我不能看一下，那不行。那你怎么支持我家户口本呢？反正你打开看看，你看一下，我不拿，你看一下，你看点谁的名？干啥吗？儿子，你头发了。你干啥吧？我这个，我这交给你啊，你拿的。我们得讲这个，就是电视台不能那个。你还不说话？你还不说？快道歉！你别说话，你说呀。阿姨，我知道我错了，我不应该每一次都和你吵架。小磊，你不用再往下说啥，什么都不要再去说了。既然我儿子把户口本给我拿出来，今天嘛就到此结束吧。我也祝福你俩。就说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说是没看起你这个人，但是我已经都首先声明了，我对你的事儿我实在是不满意，你知不知道？就是你对我儿子说大几岁，这都无所谓。我当婆婆的，我能活几年，必定得死到你们前头。所以说今天我儿子你能把户口本给妈妈拿出来，你是太伟大了，你比妈妈棒。在座的哈，还有我们主持人，还有这几位就是老师都在场。我祝福你俩，做母亲的没有一个说不想盼到说这儿子好。我祝愿你们俩就是以后能白头偕老，但是就是以后不论走到哪一步，你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首先一点，别把妈妈放在首位。因为什么呢？就说是遇到好多事情的时候，我想我比你们也是能想的能周全一些。你们不用就是说善意的谎言也好，是实心实想骗我也好，我觉得在我面前你都没必要。我毕竟是你们的妈妈，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我带我儿子这么大不容易。小磊，我就是说以后把他后半生托付给予你。但是就是说你方才你跟我就是道歉了，是你真心诚意的也好，还是你不是真心诚意的也好，当众人面，妈妈不能不给这个面子。以后怎么做，这是你的问题。将来你们还要真错了，我现在向以后你们还得生儿育女，就说将来就是你儿女对你们能啥样，到那时候你为人母的时候你会明白的。我现在我什么都不说了，儿子，今天你要不把妈妈这户口本偷出来，说今天能带到这个现场，我告诉你，妈妈绝对不会答应的。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将来就是不管走到哪一步的时候，儿子你记住，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与妈妈1毛钱关系都没有。行了，主持人，我再没有话可说了，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今天呢，我还是说感谢你主持人和这些几位老师和在座这些朋友啊。谢谢妈妈。就是不管怎么地吧，我还是妈妈好棒啊，妈妈好伟大。天下的父母哈都是一样的心情，我不必要再说别的了。谢谢妈妈，明白。儿子谢谢你，
儿过来子，跪着，儿子，妈妈祝福你好，知道吗？给妈跪了。你别说儿子，真的，你心疼妈妈就带你这么大。好了，行了，起来吧，妈妈祝福你俩，过来。我说妈妈祝福你俩，以后你俩哈，说你把这就是以后能白头偕老。妈妈，你别的要求没有，就是钱的财，妈妈都不去，都看着都不肉，你也知道。关键就是以后你俩能好，妈妈就给你拉扯这那，为的是什么？就为你以后啊，说的你能好，能够幸福，能够快乐，能够健康可成长，这就是妈妈最大的心愿。两个人好好的对老太太吧。你确实是你很伟大，这说实在，你把户口给妈妈拿出来了，你赢了，儿子。行了，大姐啊。主持人，不管怎么说，他俩今天说能走到一起啊，两个孩子从内心还得感激你们。不啊，他们俩走到一起。你们今天如果说是没有，就是在场还有几位老师，他们刚才我在后面我听说出这些话，就偷户口，我也不一定说就那么就这么就答应他们了。最后感谢的还是母爱，谢谢母亲哈，来，谢谢，请回，大姐请回。哎，好了，我们谢谢天下的母亲吧。这个世界只有一场战争，你是永远输不了的，这就是跟父母的战争。赢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好好的相爱呗，好好的带父母呗，能行吗？你必须的。你呢？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和他妈妈吵架了。4年了，孩子多大？2岁半。你妻子在这个小片里说，因为婆婆带孩子，是吧？所以就慢慢夺了你的权。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是吧？对，我的爸爸是得癌症去世的，他当时照顾我爸也是无微不至的。哦，在这点方面上，我非常感激我的老公啊。然后我们结了婚，生了小孩，他就跟我说，他妈妈帮我带小孩，不用我管，你是安心的工作就可以了。啊，但是安心这个安心就白事了。婆婆要管我们经济权、人情权，全都要管。包括我老公赚的钱，他都要管。好，那你的钱呢？我的钱我自己拿着还要管着小孩，吃喝拉撒都是我管，我老公没负责过。以前没生小孩之前，钱都是2个人一起用。生小孩以后，我把我那一份全部交给我妈妈，让我妈妈给我攒着，因为说小孩还小嘛，啥东西都要用钱啊。但是你攒的每一分钱，是不是才给我报个数啊？你做丈夫的，把我这个当妻子当啥了？你还不如跟你妈过一辈子，讨这个媳妇有什么用啊？汇报一下账目，现在攒了多少钱了？攒了6、7万块钱了吧？哇，老妈真能攒哎！好，这个事儿就过了。还有其他的吗？还有我的嫁妆钱吧，想买车，这个是吧？这个嫁妆是个什么事儿？你再说说啊。因为我们4年了，存了一个预定期啊，我的嫁妆已经要到期了。我的婆婆就跟我老公说，他们出点钱，再给我打个3年，我拿这个5万块钱，我的嫁妆钱出来给我们家又买一台我老公开的车嘛。因为我家里本身就有一台车，是我公公在开，现在又要帮我老公买这个车，我就不情愿了。这个家就我不会开车，名字车主也是我老公的，不想。名字写你的行吗？写我的也没用啊，我不会开呀。学吗？我觉得现在没必要。哎，以后宝宝出门了，不是有个车带出去方便吗？你们是不是这么考虑的呀？我是这么考虑的，我老婆她就不愿意了，她就说我跟我妈合伙骗她嫁妆钱。行，还有别的罪状吗？小孩子的问题吧。啊。有一段时间小孩身上起了小疙瘩嘛。啊。我回家看见了，我就问我婆婆。我说妈妈，你有没有跟他查药啊？让他上医院看了没有啊？我婆婆当时就回答我，没了，我在做家务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你要去你自己带孩子去。哦，哎，你这个宝宝你自己带了几个月啊？基本上是我婆婆带大的。对，我要工作，朝9晚5的工作。你母乳他多久？没有母乳，奶粉喂大的。你们想过不要在婆婆家住了吗？有想过啊，小孩已经2岁半了吧。我想就给他送个幼稚园吧，多学点东西，然后自己装修一套房子，简单的，我们一家3口住在一起，挺好。可这坏了，急了，我婆婆给我急了。为什么？说我要送幼稚园，就是说她带不好，还跟我1哭2闹3上吊了，在家里。谁呀？我婆婆。哦呦呦呦呦呦呦！
为了这件事，我老公也给我急了，踹了我2个耳刮子，这样我就离。对啊，当时我就收拾我的东西想走，抱着小孩走，我婆婆过来跟我抢小孩了，说要走你自己走，我老公就跟着他妈说要滚你自己滚，把我小孩留下。这样子我就冲回娘家1个多月了，所以来你们节目了。是你要来还是他要来啊？我要来的。来干嘛？我要来讨回我的公道啊！我心里不舒服啊，我委屈了。他回娘家1个多月，你没去接过呀？去接过，他不甩我。去接过几回啊？接过2回。你干嘛打人家啊？因为说他冲我妈吼。冲你妈吼你也别打他呀！道歉了吗？我第一次去接他的时候跟他道过歉了。行，你现在再道1次歉啊！老婆。不用道了，我跟他根本就没诚意。你诚心诚意道个歉吧。老婆，是我不对，对不起，我不该动手打你，请你原谅我。怎么原谅法？听我过解释吗？现在要我听你解释。接着我又问了，搬出去住，你跟先生商量过吗？没有。那你没商量，你怎么就跟婆婆说呢？我跟婆婆没有冲突，我只是这样子说，我说您每天闹着做家务多累多累，还要给我踹个孩子是吧？我就跟她说，我说那没关系了，我想把欣欣送到幼稚园去，让她多学点东西。我婆婆就给我急了，急了之后我就回了2句她。行，我明白了。我说句实话啊，我挺为你婆婆叫屈和叫冤的。我基本认为你的做法属于过河拆桥。一个孩子从那么小带到2岁半，老人很累的。可能你的想法有些是对的，但是你的做法在我看来真的不对。当然你做老公的就更差点意思了。下面我们把老人请上来，听听婆婆是怎么想的。来，有请婆婆啊。主持人好，各位评委老师好。下面他们的对话你都听到了吧？听到了。喜欢这儿媳妇不？怎么说呢？反正是自己家的人了吧？多少要包应他一点。带娃辛苦吗？带娃辛苦，特别辛苦吧？家里还有好多家务是我一个人做，还要带个小孩，确实是辛苦啊。儿子说要把钱交给你，是儿子说的还是你要的呀？是我要的。他们结婚没小孩的时候吧，他们2个人加起来也差不多6000块钱，1个月下来没赚1分钱在这里。后来小孩去世，处处要钱，我就对我儿子说：“你们这样用是不可能的，儿媳妇的钱呢我就不管，但是儿子的钱一定要交给我管。”你老怎么管了？我1个月2100的工资，每天朝9晚5，我还要养个小孩，你再管着我的钱的话，叫你们每个月买点牛奶给你的女儿，亏了吗？我没说亏呀，我就是这点不舒服我和你们带这个孩子不累吗？凭什么我老公攒的钱都要放在您老这里啊？为什么我不可以管呢？您管可以，小孩子这么小了，您管可以，但是也要给我老公尊重我这个老婆吗？好，这件事婆婆做的大概，包括你做的都不好，好歹你们跟人媳妇商量商量，你们不能自己就决定了吧？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我和他们说了，他们都知道，我是没听见，他跟他儿子这样说过，我就不知道，说了还说没说？你哪里有跟我这个儿子怎么没说呢？说了，我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了，不会为这样跟你吵嘴的事情。和你们带小孩，累了不说，还要说你的埋怨吗？你家里家务做过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你们上了这点班，回家对房里一走就是我累了，我要休息。你们管个小孩吗？吃了饭以后让你刷2个碗，你们刷过吗？我白天都不在家。衣服你们洗过吗？我白天都不在家，怎么跟您洗啊？休息就是睡觉。你管过我这婆婆累不累吗？问过我吗？你现在指责我，你有没有问过你儿子？你儿子你问过过我的委屈吗？什么事情都为你们自己想，你为我们老人想过吗？那你为我这个儿媳想过吗？我什么时候不为你们想？我现在赚了7、8万块钱放在这里了，这钱我和你们赚了，我会带走吗？还不是你们的，
是我们的没错，我老公给你钱也没错，太迟了吧？至少我老公也给我个数吧。就像这次我儿子想买车吧，他可以攒钱攒在领导那里，那我们一家三口，我们单独做的话，我们一家三口也要钱吗？就，你这当儿子的、当丈夫的真差点意思。你就看着他们俩这么吵啊！我一说话，我老婆会说我；我一帮我妈，我老婆她对我的恨意不存在帮的问题吗？我问你啊，你哼什么呀？我问。从来都没帮过我。等，凭什么帮你啊？干过家务吗？干过家务吗？没有。谁干的？婆婆。女儿谁带的？婆婆。请过月嫂没？没有。婆婆算月嫂吧？应该比月嫂好吧？好。给钱没？没有。该不该给？该给，我没吃婆婆的饭没有？吃了。该不该给钱？该给。该给。好，婆婆开个价，这一切需要多少钱？我这人就是斤斤计较，我就是算账。你老公1个月的工资抵不抵你们在家里霍霍的这些钱？你告诉我，值还是不值？有些值，有些不值。什么不值？你说出来。不值的话，给我个数吧。那我给你妈也是我的心意嘛。凭什么你们要？我问你，值还是不值？带小孩值。带小孩值。对，帮我带着小孩值。我插一句话啊。我真是看你看不下去了。你老公怎么对你爹在得癌症后期，一个护工多少钱？而且对于一个病人的那种贴心贴肺的那种好，值多少钱？你算得清吗？他对你爸是怎么对你爸的？你刚才对他妈是怎么对的？所以你这还真是让人挺气愤的。最不容易的就应该是婆婆。对，这是我妈。对啊，带完你给你带孩子，还受你和你老婆的气。是的，我觉得很委屈的。没人问一声，妈，你今天累不累？小孩这么小，就不想要我带，说我带的不好，教的不好，要把他送到幼稚园去。我从他出世带到现在，我根本不会舍得。行，别跟他站一起了，这种儿子不要也罢。来，到这儿来，特别委屈吧？是的。听见你妈的话了吗？难受吗？难受。所以你们俩太混了。媳妇儿没个媳妇儿样，儿子没个儿子样。老师们，你们帮他们调一调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鹏，你觉得他们幸福死了是吧？哎，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孩子有老人帮忙带的。所以我说你应该特羡慕嘛。我特别羡慕。你们家那个不就你们自己在那吭哧吗？而且还有一个，刚才那女孩说上班累，我也知道上班很累。我上班现在来回得4个小时，我也觉得上班真的很累。但是没办法，还得做家务，特别是做饭。现在夏天，家里边最热的地方是厨房，特别难受。他没感觉，这个在做。所以啊，我说他不懂啊。你真的尝试哪一天做一下饭，你会感觉到你人都快崩溃了。何况还要带1天孩子。所以女孩有一点，的确我们会觉得你们家里边婆婆有一些地方的确做的不太合适的。但是关键是你懂不懂孝心，你内心当中没有一点点感谢。而同样对于婆婆来讲也是一样啊。您其实我们能知道您在管什么。哎，他们2个年轻人赚点钱不容易，赶紧把钱存起来，有孩子了以后花钱地方多。他们不会存，我们来存，我们帮忙。但是您帮他代办到最后，如果说的不好听，哪一天您走了，谁帮他们代办？他们还是当爹当妈的人，他们也需要成长。有可能啊，虽然您儿子内心当中可能觉得当妈的的确应该管，但他其实有时候也会埋怨你，他可能会内心在想，妈要是您不管这么多，我跟我媳妇儿可能还没这么多事儿。所以我觉得当妈妈的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越界。然后回过头来说当儿子的，我非常认可你妻子说的有一句话，就是这个钱应该由你交给他，不是说他来给妈妈多少，而是你们2个共同商量你们家里边钱应该怎么来用，多少是做固定储蓄存款，多少是家里边家用，多少是应该给到妈妈的家用，这是应该你们共同商量。你俩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你说我跟我妈已经看好车了，我们决定买，然后我再告诉我媳妇，你只是在告知她，告知是对外人的，而家人是要商量的。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你也是在饭桌上告知一下妈妈，哎妈，我们要搬出去了，你也没有事先跟你丈夫做商量。所以回去以后，我倒觉得女孩你可以跟你的老公去商量一下，你们该怎么做。我觉得他们家的问题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谁都没摆清楚自己的位置。婆婆，您越位了；儿子，您错位了。我知道你此时此刻内心的想法，你觉得现在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有点不清不楚，你想把它分得清清楚楚。但是一个家庭怎么可能分得那么清楚？问你的一点就是，有一些人往往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希望家庭不清不楚，大家都来帮自己。等自己过了这个坎儿之后，就希望分得清清楚楚。这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一个癌症病人在最后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往往是十分痛苦的。但我相信你的父亲走的应该非常的安详。在台本上所描述的故事当中，在你父亲快走的那10个月，你们还没有结婚，你的丈夫还在追求你，但他没有像其他的有一些男人在遇到自己爱人的亲人患了绝症的时候落荒而逃。他整整10个月的时间一直把你的父亲送走，无微不至，像亲儿子一样，甚至为了照顾你的父亲，找了一个离你父亲最近的中介房产公司工作。但是他这样对你的父亲，你又是怎么对别人的母亲的呢？当你父亲在那最困难的时候，其实付出最多的不是你和你的母亲，是他。而当你生了孩子之后，带孩子的也是他的母亲。爱一个人就要爱屋及乌，你的丈夫做到，但你做到了爱屋及乌吗？你没有。你非但没有做到爱屋及乌，你还不将心比心。从你上场一开始对于婆婆的那个态度，我就恨得咬牙切齿。是，婆婆是有一定的问题，我承认。但是相比于这家人对于你的付出而言，我认为你愧疚的应该更多。所以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在将来自己的生活当中，的确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解决家庭问题，但是请你体谅体谅别人的感受。就这样。我给你一个建议吧，你不管跟你先生过还是不过，大概有一件事情你应该做。你先生打你，他向你道歉。对。你觉得一个帮你带了2年半孩子的一个老人，你跟他那么去吵，包括在这个现场那么不尊重他，你不应该向老人道个歉吗？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没关系，一家人只有你自己知道就好。回去吧，因为毕竟是他们俩的事儿。您说呢？是的。回去吧，我知道。谢谢主持人。回去吧，我知道。谢谢各位评委老师。不容易，这婆婆啊。有一点你们夫妻一定要记住，很多事情是你们俩先商量完，再去跟你妈妈说。你们俩的意见要不统一的时候，就先不要去烦劳妈妈。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要打，关起门来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老婆，以前是我的不对，我希望以后我们一家3个好好的过，有啥事一起商量，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走到最后。我现在没想好，头脑一片混乱，想想再说吧。为咱孩子，为了咱这家不散了，我真的想牵着你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等我想想吧。哎呦，两口子过日子，你还拿个什么劲儿啊？回吧，回吧，回吧。来，请关门。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请开门，请开门。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在这里有这么多的观众和评委，我想把我婆婆请上来，有话对婆婆说。这事儿要你管吗？你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我的地盘吗？凭什么你做主啊？我觉得我是主持人，你是主持人，凭什么你就这样来啊？请主持人把我的婆婆请上来。哎，这还差不多，以后都得这样，你对婆婆也得这样哈。来，有请婆婆，有请。来，我想听你要跟婆婆说什么呀？我想对我的婆婆说，在这儿，妈妈，对不起，请您原谅我的以前的过错，我应该知道感恩，请您不要想到我的过去怎么不好，请您原谅我，以后媳妇不会这样子了，我会知道感恩。没关系的，一家人，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哎呦，好好过日子就行。对，你快把两个女人搂在一起吧！哎呦，恭喜您啊！谢谢。不管怎么说，这个儿媳妇又回来了嘛，也是个好事儿。辛苦了。来，请回啊！男嘉宾小鹏，23岁，来自辽宁，公司职员；女嘉宾小玉，24岁，同样来自辽宁，是一名公司职员。来，有请两位啊！两位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我愿意。从相识到恋爱有多久？差不多4年了。同学哈？对。谁追谁？应该算是他追的我吧。追了多久？也没多久，因为我们彼此也有好感，所以说就是也就是慢慢的处上对象。你说那个小片让人看到好惨呐，真是像你小片里说的那样吗？对，在一起4年一直都是这样，他从来都是不在乎我，他要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这个我们从来都不能反驳。这个话我可以理解，你能给我事实让我感受吗？去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想去旅游，然后我马上就是为他请假排年假，说要陪他一起去。当还有2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要买一双鞋，所以就不能就是带我一起去了。因为当时是特殊情况嘛，因为那双鞋是限量版的，我也特别喜欢那双鞋，所以说我想旅行的话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但是鞋当时就必须得买。就是在他的心里，我连一双鞋都不如。而且他特别喜欢玩一个软件叫陌陌。有一次他去洗澡的时候，我就偷偷看他的手机，他就是跟一个女孩有一点暧昧，我就很正常的问一句，我说这个女孩是谁？你为什么要跟她这样聊天？他就特别的生气，当时就把手机抢走了。他说我无理取闹，他说我这侵犯他个人隐私权。但你当时确实是侵犯我的隐私啊，而且我跟那个女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一个好朋友而已，我把她当成哥们儿看待，是这样。然后我们谈话也不是哥们儿，不是也是一种关系吗？怎么叫一点关系都没有呢？是，但是不像是他说那种暧昧关系啊。那个词儿都是什么词儿啊？在吗？吃饭了吗？想他吗？都是这些词语，那不是有暧昧，那是什么？你会跟你哥们儿说我想你？就是平时开玩笑那么说嘛，也不是说真想啊。好吧，这事儿就算过了。刚才在片子里说所谓的木偶，我们是指要被控制，对吧？只要我一出门，无论是上班还是跟同事溜达，他就1个小时给我打一个电话，让我给他汇报行踪。不管我在哪儿干什么，只要他说让我回家，让我去找他，我就得马上得过去。1分钟都不能耽误。他出门的时候，他去干什么都可以，我给他打一个，不是没听着，就是挂了，忙了，别磨叽了，永远是这种自然。是吗？那我当时正在陪同事当时我正在陪业务啊。到底是陪谁呀？当时确实是有业务要谈，我不可能把领导什么放一边，然后陪他唠嗑吧，就很奇怪哈。就是他自己出门的时候，你就不谈业务了，是吧？你出门的时候都是谈业务，是吧？但是我一天很少出门，在家里，是吗？他只有下班的时候就回家，但是回家还不理我。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出去看个电影什么的，窝在家里干嘛？他从来都不带我去看电影。也不是从来没有吧，之前刚开始处对象也去看过吧，但是后来他1次都没有带我去过，无论做什么他都不带我。为什么？后来因为我不喜欢看电影，所以说我也没带他去看过。他不喜欢看电影，就是他喜欢什么我就得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我也不能喜欢什么。你们讨论过结婚的问题吗？谈了这么久了。毕业的时候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本来我家里是在外地，然后他家在沈阳，我家里给我找了一份挺好的工作，但是我当时跟他商量的时候，他跟我说希望我能够留在沈阳，就是陪着他，然后我就把家里的工作
也推掉了，跟爸爸妈妈也是很生气。然后他这么跟我承诺了，他说1年以后的话，他家有个房子可以退下来在外租，然后就可以娶我跟我一起结婚。我当时特别傻的就相信了。但1年以后再问他的时候，他说那个房子不能够退回来，说是给他一个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亲戚的一个表舅，说他得了尿毒症，需要他们家的租金才可以维持生活。他根本那么多亲戚，为什么需要他来去帮助？他根本就是不想跟我结婚，想来拖延我。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亲戚有病了啊，所以说我用我家的房租帮他，能帮助他点就帮助他点。我也跟他说了，我说等过几年，然后我们俩事业都成熟的时候，咱们再结婚。为什么要事业成熟呢？你结了就结了呗。现在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我感觉不能结婚。因为我俩在一起同居，一直是租房子。姑娘她没房子，你愿意嫁她吗？如果她对我好的话，我就愿意嫁给她。哎呦，现在得对你多不好啊！你有自己的朋友吗？有，但是很少，基本都没有联系。我看那个小片里面，我挺有印象，有一个镜头，好像你的那个微信的朋友圈里，我看要不然就是老公，要不然就是老公的发小，你都是他的朋友是吧？对，都是他的朋友，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朋友圈。这是他要求的，还是你自己自觉自愿的就？他没说过，这都是我心甘情愿为他做的。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就应该这样，我就以他为重。但是在他的朋友圈里从来没有我的信息，他在朋友圈里甚至一张我俩的合照他都没有发过。哎，这是为什么？因为朋友圈、微信里边都是我的领导和同事啊，我不想他们看到我发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东西。所以说后来我也让他发照片了也。他是让我发了，但是他只设权限了，只有几个朋友和几个亲人能知道我们俩是情侣的关系，其他人还是不知道他有对象，我就像没有存在一样，他根本就不公开我的身份。还有呢，上大学的时候呢，他父母来看的，我知道以后特别高兴，我去找他，然后到了以后我都站了20多分钟了，他都不说我是谁。后来还是阿姨问他说这女孩是谁呀？你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呢？他说我只是他一个普通的朋友和同学。当时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都1年多了，我就特别的委屈，特别的尴尬，我像一个傻子一样的。那你当时一声不响就跑过来找我父母，那我当时也尴尬呀。我怎么给你介绍？我当时之前没跟我父母说过我处过对象，是这样，所以说我就一直。反正你是常有理哈，姑娘，她平常对你好吗？我感觉对她挺好的。好什么呀？他从来都不管我。他过生日的时候，我提前好几个月就会给他准备东西，准备给他买东西，他什么都没有送过我。就连情人节的时候，一朵花和一朵玫瑰都没有给过我。那你也不是那种务实的人呢，一个玫瑰花，一个小丽能代表什么呀？你明明知道我不务实，你连个花瓣都没有送过我，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何必要在乎那些东西呢？那是一份心意，你根本就不喜欢我。所有家里的家务他从来没帮过我，所有的衣服都是我一个人洗。他喜欢打网游的时候，他就不吃饭。他不吃饭的时候，我一天3顿去喂他吃，一口也会给他吃，他才吃。哦，你还喂他？这有人愿意当妈也没办法。哎呀，这姑娘，所有衣服什么的，一到换季的话，都是我追到后面问他，我说你要穿什么换什么，热了冷了的，我都1年多没买过新衣服了，他从来都没有看过，也没有问过我说要带我买一身衣服。可是你还是愿意待在他的身边，是吗？他所有做的一切我都能理解，但是半年前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他最近特别累，想静一静，然后想让我回家，我就特别听话的回家了，把沈阳的工作也辞了，我一直等着他来接我，好几个月了他也没有动静。当我再问他的时候，他说他跟我没有感情了，觉得我俩不合适。我当时什么都没说，但是后来的时候他还会给我发短信，给我打电话，我觉得他心里可能还是有我，也许我俩能和好，所以我也没告诉他，自己就回沈阳了。到沈阳也没去找他，自己找房子先住下来，我就想慢慢的走近他，再让他回到我的身边。可是有一天早上，突然间有一个微博艾特我，上面是他和别的女人的合照，照片上的内容是他们2个现在相处的很好，而且都1年多了，想让我退出他俩的生活。我才意识到他根本不是累了，他是劈腿了才要把我踹了的。哥们儿，解释一下吧，是挺累的哈。当时也是一时糊涂，我就跟那个人在一起了，然后后来。
我跟他也分手了，现在。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他为什么会喜欢别人，我根本就不相信，直到他最后跟我说他真有这么回事，我才去相信。那你今天为什么来呀？他现在找到我说想要跟我和好，你就来啦？但是我心里真的是有他，我放不下他。那女生给你买东西吗？他也给我买过。那你给那女生买东西吗？也给他买。跟那女生看过电影吧？看过。那你跟那女生什么对路就在一起了呢？我们俩就是别人就是通过我朋友介绍，就不是介绍，是认识的，偶然认识的。然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在一起了。是，确实神不知鬼不觉。这个，所以你不把他那个发到朋友圈里也是有原因的，是吧？不是，但是当时确实是因为那微信里边全是我同事和领导，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发跟工作没关系的东西。那你跟那个女生在一起，后来谁踹的谁呀？我跟她说了分手。哎，你觉得这俩姑娘哪个对你好啊？我觉得还是她对我最好啊。比较完了，下一站还有更精彩的风景，不试试？好，要试试，试试。姑娘听见了吧？下一站还有更精彩的风景，她要试试啊。我没理解你的意思好吧，怎么办呢？各位老师来帮帮他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照理来讲，其实男生谈恋爱应该很炫耀的，因为我的女朋友很漂亮，我女朋友对我很好，而你反而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你的生活圈里边，你去隐藏掉这个人的存在，那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唯一能想到一个目的，就是他是一个备胎。那对于女孩来讲，如果你的男朋友就一直在隐藏你的一个存在的话，照理来讲，一般的女生就是要不然就强烈要求他认可你，强烈要求他把你推到他的朋友圈里边去，要不然这个女生要做的事情就是转身离开。你没有转身离开，你也反而把自己编在一个特别美的爱情梦里边，梦了4年了，你还没醒啊，这个梦都破了，我觉得该醒来了。做女人不能没有尊严，他已经不重视你了，就不要再为他哭了，伤了自己的身体不好，找一个爱你的男人吧，挺多的。这么亭亭玉立一大姑娘，看上去应该冰雪聪明，对吧？然后现在哭得梨花带雨，应该是引起广泛同情的。但是姑娘，你在哭诉的时候，你听到了很多旁边善意的笑声吗？我一直以为我能够真心对他，他就能感受出来。我就想好好的爱他，希望他能够看见，希望他能够明白。那你现在明白了吗？没呢，明白就不来了。这个人不值得你爱呀！反过来说，这小伙子也是，人不可貌相，看上去仪表堂堂，怎么这么好的一个皮囊下面，有那么一颗肮脏龌龊的心呢？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错，假、骗，把自己当成少爷，认为对方爱你这个姑娘就是个丫鬟，完全不平等。你有真心吗？我有真心。你对他哪点有过真心？你告诉我。这次来就是想改正以前。你别说这次，你对他曾经的过往那几年4年时间，哪一件是你的真心？我感觉我每一天都是跟他一起过来的。你跟他在一起就是真心啊！你做了哪一件具体的事儿，你是真心付出了？你告诉我，哪怕有1件。你这么能讲的一个人，你都讲不出1件事儿来。你哪怕真正爱过他1点，真心爱过他1天，我都不说这么难听的话。没有，我从头至尾，从你们说的到我看台本的故事，没有1点。哪怕是他追的你，他愿意倒贴，你要但凡有点良心，你能被感动、被暖化呀。没有，姑娘，丫鬟不能再当了，要做自己的主人。小玉，我想问一下你，4年了，你爱他什么？你从他那得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就是没有条件也没有原因的，从跟他在一起那开始，我就决定好好爱他，因为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特别不容易。我觉得就是上天给我们安排的缘分一样，我愿意去照顾他。虽然说他没有给过我什么，但我总觉得他能够陪着我在一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你似乎都不知道你爱他什么，是吗？就觉得习惯有这个人在你身边就可以了，只要他在你身边，你不需要他为你做什么，只要他去享受你为他付出的一切就可以了，是吗？
我只要他能跟我在一起，我能陪着他，他开心就行。我觉得你特别单纯，特别善良。如果我是你母亲，我是你的家人的话，我一定会劝你。你刚出来，你才多大呀？你才接触过几个人啊？你的生活不可能就他只有一个他。我相信还有一个人，也许就像你对他一样，他那么对你，而且你也很爱他。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出现的。电视期间肯定有很多男生在想，我们比他差在了哪儿？当你在哭的时候，他在微微浅笑的时候，大家一定在恨他，说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但说句实在话，他有他骄傲的资本的。他真的有骄傲的资本，你看他没有用任何的计策去骗你，他让你走你就走了吗？他让你不买东西你就不买了吗？他真的没有用任何所谓高明的技巧来哄骗你的，他用的都是非常直白的方式。可是就有这么一个女人为他这样。但是我想问的是，一个人要无情到什么地步才可以这样去伤害一个人？所以你说你今天愿意回头是真爱他，我是真不相信。我不跟你说广义上的不相信，我跟你挖挖细节。通常一个正常人，当一个这样的女孩子在你面前，因为你心里有鬼，你跟她说我想静一静，你回去你走吧。好，她老老实实的走了。难道你看着她唯唯诺诺走的背影，你内心没有一点愧疚和凄凉吗？当他喂你吃饭的时候，据说连这个鸡腿都要皮跟肉撕下来，一口口的喂到你嘴里的时候，你等你吃完了，你再看他去吃那个已经冷了的饭的时候，你不觉得有点不舒服吗？当你买你自己喜欢穿的衣服，别人想试一下说，哎，你看这个好不好？你马上说这个不好，然后他又乖乖的听话说，行吧，你说不买就不买。你难道心里没有一点心疼吗？所以其实我恨你的不是说你那么的去支配他，我恨的是你在支配了他之后，你没有一点点的触动，这是人的基本反应，就更别说你爱他。但是你呢？我想问一下，一个人要是蠢到什么地步才甘愿让这么个人来无情的利用你的情感？不准买，待会儿吃，回去。没有谁这么听话，机器人都会断电的，你怎么就这么听话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啊，所以刚才小李林老师说你单纯，你不是单纯，你是太简单。简单的女人让人枯燥，没有思想，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复杂的女人也让人枯燥，除了满腹心计，算算这个算算那个之后，也没有爱，也是枯燥。而真正吸引男人的女人，恰恰是单纯，在处事简单的过程当中，对生活有一种深刻的认识，这才叫单纯。而你只是枯燥。我们说，在感情生活当中，自尊是一定要留下来的，那是唯一一点可以慰藉自己的东西。请问你的自尊在哪里？你的父亲母亲听了会不会心疼？当你像个保姆一样，一口一口的饭喂到他嘴里，然后自己再去碰那个冷的饭盒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个人？你有没有自尊？当他说我想静一下的时候，你回去，你买了票就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你不要说是他的爱人，你连他一个普通朋友都不如，你的自尊在哪里？你把自己的自尊践踏在脚底下，你很不值钱，你知道吗？虽然我给你递了张纸，但是我觉得你的眼泪一点都不值钱。你好好的想想这一幕幕，你就会觉得你真是白爱了一个人。不过没关系，你还年轻，好吧，不准再哭了，就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刚才听老师的话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之前对你有多么的过分。但我知道你委屈，也知道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但我希望你能真的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的补偿你。我真的错了。我现在没法相信你是真的爱我，还是因为只是你觉得我对你好，你才回来找我。我已经不想再像以前那样了。其实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
但是我对你真的有感情，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请亮灯。你们4个白说了吧？白说了吧？请换箱子。回吧。来，请关门。这叫虐恋嘛？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醒啊。哎，有一句话特别适合他这种情况：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唉，很多人说帮帮我们吧，其实说句实话，能帮的就是这些角度，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你们自己，别人帮不了你什么。5、4、3、2，请。就是爱你，爱着你。你们俩往中间站吧。我看这女孩这傻兮兮，就那一句话嘛，跟你在一起以后我就没有秘密了。我看这男生，这是多大的花言巧语啊！对。我已经和家人谈过了，只要你答应回到我身边，咱们明年就结婚。你说哪句话是真的吗？刚才说要事业有成，现在又说跟家人谈过了。别哭了，我就知道你会出来。来，站过来。行，你们站吧，我不见证。来，过来。感谢 Bloom 暴龙眼睛为牵手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我爸和阿姨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这些年阿姨为我们家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心里。不过这一次因为我要结婚的问题，弄得他跟我爸吵得不可开交。原因是因为我妈不希望阿姨可以参加我的婚礼，我也希望阿姨可以理解我妈和我女朋友的想法。毕竟这种事放到台面上可能都不是很好看，而且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希望不要因为我的事闹得不愉快。我希望你们俩可以继续走下去。他讲述的这段经历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他的家庭背景，父母离异，父亲有了一段新的感情，而我们这些老师们又怎么帮助这个家庭呢？让我们先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老沈45岁，来自无锡，职业销售；女嘉宾小娟34岁，来自无锡，也是一名销售。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先暂时不公开吧。暂时不公开啊。对。到那个环节的时候，你可以公开吗？看那个事情的发展，可以公开吧？也许。也许可以公开啊。那你愿意公开你箱子里的秘密吗？我也是看事情的发展吧。这叫较上劲了，哈哈。你们俩在一起恋爱几年了？我们俩在一起已经生活了有4年了。关系怎么样？我们关系平时一直很好的，也没有什么大矛盾。这次不好是因为您儿子要结婚，对吧？是的。听那个小片里说不希望阿姨去参加。是的。你什么态度啊？因为这次我儿子结婚呢，首先一个我儿子亲生母亲她想参加，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儿子的女朋友的那个家里呢也希望那个我孩子的亲生母亲跟我一块参加，毕竟嘛他跟我还没有领结婚证，如果去的话我怕有人会说闲话，怎么儿子结婚这个父亲带了2个女人来参加。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我觉得领不领结婚证都不是我的问题，我是愿意领结婚证，是他不愿意领结婚证。我是离过婚的，他也是离过婚的，我们也是经过朋友介绍然后认识，而且在一起也生活4年了，他带着儿子，我带着女儿，其实生活真的挺不容易的。当时儿子的女朋友提出要买房子，我们俩也没有多大的钱，我就把我名下有一套小套拿出来给卖了40多万，把30万就给儿子去买了房子的首付，然后还有10万块钱就给女方做了礼金。都是你出的？就这个事，对，都是我出的。而且房子下来的时候是毛坯房，我又要马上就装修，家电什么都是我在置办。
我就是不明白，我把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我毫无保留。结果你突然发现说，哎，怎么这么大的事儿，我出了这么大的力，参加我都参加不了，特委屈。对，他前期还过分的要求，就是说我不能露面，而且他要和他一起以夫妻的身份参加，我觉得这一点我不能接受。这4年当中，我从来都没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我也没给女儿买过新衣服。那时候把所有的钱都花给他儿子了。我本来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当职员的，我就把这份工作给辞了，拿了点积蓄就做生意。其实我对生意一窍不通，所有的客户都是我去跑出来的。我觉得当时我特别的辛苦，他们也没有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那个，但是我觉得没关系，这个人老实本分，我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那你觉得在4年的相处当中，先生对你怎么样？现在我都很质疑他对我的感情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就把我当一个赚钱的保姆了。我真的很想参加儿子婚礼，我觉得儿子结婚也是大事儿。对我来讲，我就是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好，现在的焦点是说你不同意还是儿子不同意？主要是儿子那方面有顾虑。好，今天儿子也来了，我倒想听听儿子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来，我们掌声有请小易，来，有请。主持人好。这个阿姨对你好吗？挺好的。房子我听阿姨讲，首付也是阿姨付的，是吧？是的。那为啥她不能参加你的婚礼呢？其实阿姨平时对我挺好，我也都看在眼里。主要是因为我妈希望到时结婚的时候可以跟我爸一起去。然后的话呢，因为怕有闲话嘛，人家女孩子第一次结婚，就是怕到时亲戚朋友来了指指点点，夹在中间我也挺尴尬的。那你觉得应该给这个阿姨一个什么名分呢？我心里我是把她当自己母亲的。既然当了自己母亲，还怕别人说闲话吗？那现实状况，如果真结婚的话，那到时两个妈在一起，对吧？那现实状况，如果真结婚没房，能结吗？那肯定不能。那就别结了吧，阿姨把房子收回去就得了。我就想啊，我当时我能够跟你讲，我说你跟你女朋友你就心意到就可以了，你们有感情就可以了，不要房，买房租房不都一样吗？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吗？你女朋友能答应吗？你能答应吗？你爸能答应吗？你有没有站在阿姨的这个立场想一想？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不就想要一名分吗？我就想出席一下吗？咋就不能给呢？不是我不能给，那我结婚的事我也要遵从双方那边的父母，那也要经过他们同意，不是说我想让，对不对？我问一下，你这个婚房的这事儿，不应该是你爸和你亲妈操心的事儿吗？可能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吧。其实很明确呀，就是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态度？我就想听你的态度。可能我想的比较多吧，我其实，我不敢很果断的说让阿姨一定要来，因为到时我怕万一以后到时女方家里那边亲戚朋友在那边说这些问题，我也要替他们考虑，因为不想刚结婚就落下，最后以后会有很多闲话那样子。没什么闲话，你父亲离异是个事实吧？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4年多是个事实吧？是啊。这有什么闲话呀？关键我妈那边肯定所觉得有点肯定过不去吧。反正我也听出来了，我就感觉他们对我态度就是那种不要白不要那种感觉，而且没有把我当自己人。行，我再问一句啊，咱那天你想参加婚礼是说作为他的后妈去参加婚礼，还是只作为一个观礼嘉宾就可以了？我觉得我和他在一起了，我觉得就是一个名分，我哪怕以他女朋友的身份出席，我都觉得不过分。哦，女朋友的身份出席可以吗？反正主持人我是听我妈这么说，觉得因为她对我确实挺好的，她结婚的话如果不来的话呢，可能也会避免以后就是对方亲戚那边的一些闲言碎语，或者我们以后在一起的一些风险问题，我想把它排除掉。没有啊，你以后结了婚之后，你那些亲戚一走动，到底是跟这个阿姨走动呢，还是跟你妈走动呢？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每次逢年过节，你都要把你妈请来演一场戏，然后这个阿姨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以后呢，我来说一下，以后结婚以后呢，关键呢，他们都出去了，关键是我们2个一块过。你少来，他们都出去了，春节的时候聚不聚会啊？要聚。那您是带前妻去呢，还是带现在的女朋友去呢？前妻已经不可能带去了，那就婚礼就别带了嘛。但我发现他们就是一种藕断丝连的感觉。我儿子是我前妻的亲生儿子呀。那2个人都出席不影响啊？这个影响不影响，也并不是我们说了不影响。我觉得这次能不去就不要去了。好，儿子的态度是什么态度？我是觉得听爸妈的说的也对，而且我自己考虑了一下，也是觉得这个上面先不要去，以后我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再报答他，不一定非要梗在这个上面。好吧，我觉得你们考虑的都是为自己着想的，自己的面子都没有为我考虑过。行，我能体会到你那种
不舒服，那种委屈，你的态度已经有了，对吧？是，就是不能去呗。如果他非去行不行？给个话。哎呀，其实我还是觉得啊，就非去也不行呗。啊，行，谢谢你啊，来，请回，孩子。哎，人都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他们咋拿的那么硬壳壳的呢？我想问一下，为什么4年了，他也说了他想跟你结婚，明显是女士大概是想要一个名分，对吧？我觉得现在就差一张名不正言不顺的，这还有好像我带不出去一样，我给他们丢人了，好像。对，我有一个想法，就问您，我们为了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也特简单，赶紧把结婚证领了。是因为当初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家里就明确跟他说，如果跟我结婚的话，领结婚证的话，就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啊。而且他母亲身体也不好啊，我也怕刺激他家里哦。说的好听，当时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考虑这些了吗？我还不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的跟你在一起了吗？对，而且他都跟你在一起4年了，他家里人也没反对啊。他现在说领证，你领吗？我领。好，人家要领证，你领吗？因为当时领不领，别因为所以。我想先男人嘛，我想先把儿子的事情给解决以后。不是，领了证一起来，我觉得你把儿子双喜临门。事情解决以后就可以把我踢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我觉得感情好，不一定要靠一张结婚证来维持。那这样子说的话，不为这张结婚证，这个民政局开在那边干嘛呀？不好的话不是一样离婚吗？我就不明白这个民政局要了干嘛？行，我觉得咱们顺其自然，不要领结婚证，水到渠成，对吧？好了，我接着来问一下，你们家里这个财务是怎么安排的？我可以说，这4年来，我们一家4口生活在一起，都是我出钱。啊，我说到这一点我就气，我每一次问他要钱的时候，他都没有钱。他其实也有一份工作的，啊，他一直告诉我他的股票里边炒股，然后赔钱了。我觉得别人买股票都是挣钱的，他买股票怎么就亏了呢？现在再想想，是不是他把这个钱偷偷藏起来？那就是说，等于你们俩生活在一起的这4年的家用都是你在出。是的，但是我炒股，我也是为了想贴补一点家用呀。但是如果是亏的话，肯定是亏了。你不相信，可以去看那个炒股大家那个明细清单的呀。炒股我不炒股票，我不懂，我这些都不懂，我现在都不敢想象，是不是把这个钱贴给前妻用了呢？怎么可能呢？我前妻他都已经结婚了，有自己的男人，我怎么会把我的钱给他呢？你前妻都结婚了？是啊。哎呀，刚才你没说，那你前妻来怎么来？你们俩还以夫妻相称，他那边又结了婚了，他是以亲生儿子嘛，他的母亲嘛，对吧？那他还不是以你们夫妻的身份这样出席儿子的婚礼吗？我跟我前妻已经没有那种男女感情了，你不要多想好不好？好，我相信。再问一下哈，那房子写的谁的名字啊？写的他儿子名字啊。你当时也没想想？我当时就是给他儿子，给他儿媳妇，没想过。那你们俩这关系，你应该让打一借条，打了吗？我没有打借条，我觉得我就是一心他的，就是跟他好好过日子的。行，我觉得我再建议一下，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哈，就是关于这个房子啊、彩礼啊，这40多万，因为你们现在不是夫妻对吧？对，不是夫妻，你能给打一借条吗？关系好，那肯定就不存在借条的问题了，对不对？是的。万一呢，对吧？比如说某一天，人家看了一个更好的男人，人家不想跟你过了，你们俩也不是夫妻，人家走可以吧？可以。那这个时候，那40万钱怎么办呢？如果是他的钱，如果说分手的话，他需要还的话，那我肯定，对吧？那你觉得不该还吗？应该还。那你打个借条行不行？可以。那现在拿纸和笔来，我们打个借条先。你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有好多问题就好办了啊！因为咱们先把钱的问题给解决了哈。解决了钱的问题，一切都好办。要不然咱有些心里话，咱劝人没事儿，我欠我还，我有借据，我说什么我理直气壮。借条，对，特别认真，人家大哥特别有法律意识，写的特别好。今借到某某某购房款40万元整啊。写我名字借款人是吧？啊，对，借款人谁，日期啊。这借条确实是你自愿打的吧？是我自愿打的。好，这就有法律效益了。收好，钱的问题从现在开始不说了，咱们冷冷静静的谈谈感情的问题，好不好？好。发自内心的，你觉得你不带他去，你心里觉得亏欠他吗？
我觉得有点亏欠他。他既然为我家做了这么多吧，我想这就是说看在我儿子的份上，能不能再那个委屈一下，退让一步。我再次给你做一个这个极致化的选择哈，女生，一是领结婚证，二是参加儿子的婚礼，两个只能选择一个，你的选择是？那我肯定选择要参加儿子婚礼。我觉得我置办这么说，忙前忙后的，跑前跑后的，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在这上面，我到最后要享受成果了，我就没有了。先生，我同样的选择题哈，你也2选1一下。这个我现在的确很难选择在这台上。为啥呀？结婚证以后我肯定会给他领的，看时间发展。对，这是肯定的。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老师们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在他们两个之间，我没有看到爱情，我看到的是供养关系。4年来，所有的家用是他在掏钱。4年了，他没有跟他女儿做过些什么，反而为您和您的儿子做了很多。但是我没有听到您这边为他所花的一点点的费用。在这4年当中嘛，虽然他在金钱上花的比较多，但是在家务方面我做的比较多，都是我去买菜做饭什么的。我觉得爱情不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吧。爱情可能不能绝对用金钱来衡量，但这4年来，您周围的人好像并不知道他的存在。您的儿子的女朋友的家人好像也没有认可他的存在。如果爱是双向的话，您能不能站在你爱的那个人他的角度去看？您认为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他就是不应该参加您儿子的婚礼。他现在新的想法就是说，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我就必须怎么样？我心里也就是有这个疙瘩，知道吧？我相信每个女人在花钱的同时，不是因为她给了钱，而是她花了这份情。钱是情的一个表现。因为他用心，他觉得爱你们，所以他愿意为你们做这一切。可你从来没有领过这份情，您所有的感受、所有的决定都站在你们自己、你们父子2人的角度。所以我觉得你好欺负他们母女2个。我并没欺负他母女。所以我觉得女方你一定要清楚，您手上的这一份纸条是绝对能够保障您所付出的一些金钱的。这东西你一定得收好，这是有法律效应的。爱情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保全得了，因为我真的没看到爱情。但是你的财产至少你可以做保全。而且话说回来，我一定要用您的事例劝告所有的女生，不要太过盲目的投入到一段自己所认为的好的婚姻当中。你给这个人给他爱的时候，你也得看他值不值得你给。大哥，说句大实话，你的这位女朋友比你小11岁，形象气质佳，还能挣钱养家，你摊上大福气了，你就应该偷着乐，你明白吗？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付出的钱，刚才我们不说钱了，他付出的情，我相信你也付出了。你们之间的谁赚钱，谁在照顾家，我觉得都是一个挺和谐的搭配，要不然不会过4年。既然有这么合适的一个再婚的选择，干嘛不珍惜呢？你必须给自己爱的这个女人，付出了这么多女人一个说法，一个能过得去的心理安慰，这才叫将心比心。在中国传统婚礼上，父母亲被请到台上，子女去给他们敬茶是有这么一个环节的，对吧？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台上的这父母亲就一定是夫妻啊。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咱可以去婚礼，但咱不一定是要坐在台上让他叫你叫妈。你可以以宾客去出席吗？你愿意吗？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跟他们这么商量的。但是他们对我怎么说？他说他前期就是说让我不要出面，让我乖乖的待在家里边。我就是想，我当能够参加儿子的婚礼就很开心了，我哪怕坐在一个角落里就可以了。可以吗？但是你知道吗？他前期就是不允许我露面，是这个问题。连这一点你都不同意是吗？他的要求过分吗？不过分。我也理解你，对吧？我也理解你儿子。但我希望你儿子听到了吗？你儿子回去跟你妈好好商量商量吧。真的，要不就把房子退给人家吧。出不出席婚礼，真的不是问题，是长达4年以来累积的问题的一次爆发。刚才说一直是前妻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跟前妻为什么分的手？当初是因为一个我经济条件不好，第二个是我身体不好，我动过那个心脏手术。也就是说，你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物质不丰厚，是的，身体有严重问题，对，你的前妻嫌弃你而离的婚，对，你是净身出户还是的，那张借条啊，如果在借的时候打，那只是债，
到今天再来打，你捏在手中的那张纸就不是债，是仇。你觉得都有了仇了，还打哪门子结婚证？老沈、小娟是吧？我们就按照那个小品当中的读词说，我们分享几则小故事吧，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老沈和小娟。没有一定的可比性，但有相似之处。一个是点不破，砸不烂，说也说不明白；一个是暖不热，融不化，也养不清。就这么两个人，很多事情已经非常明白了。就像那一纸借条一样，借的人在借的时候拍着胸脯说：“没事儿，不用打借条，拿去，我愿意。”借钱的人就什么也不说，你说不打就不打呗。等到他真的不还的时候，借的人说：“你怎么不还钱呢？我当初那是客气话，你以为真不要你还啊？”所以就是今天这个局面呗，是你放弃了保护自己，你又怨恨他的无情，竟然愚蠢到说出这样的话：结婚证可以不打，婚礼我必须参加，你跟谁置气呢？你结了一次婚，离了一次婚，你白结了白离了吗？所以坦率的来说，我认为你是既可怜又可悲。老沈呢，其实想一想两个女人，你应该清楚哪个女人对你好的。你最艰苦的时候，你说你没有钱，身体又不好的时候，前妻是那么样的对待了你。我不说婚礼当中是不是前妻应该出席和他出席的问题，坦率的来说，如果是我觉得也是亲生母亲来叫的比较顺嘴，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在于每次发现他跟前妻之间的一些矛盾的时候，你没有把他真正当成自己要结婚的女人，你没有站出来维护他的权益，哪怕是在个婚礼你拒绝他参加的理由上也不是这样。如果你的理由是说按照当地的习俗，亲生父母亲生父亲，这样的话比较符合仪式感，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居然是一些什么怕人家说闲话。什么叫闲话？这女人坦坦白白的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毫无保留的付出，什么样的闲话在这样的付出面前都可以完全击碎。你应该站出来说，有什么闲话我扛着，这个女人对我好，对我儿子好，我清楚。你应该以这样的理由，你居然说什么闲话。所以我真的不折不扣的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跟你的儿子是两只小白眼狼啊。别人这样付出了，你心里明明白白的接受了，你不能装不懂啊。我说句实在话，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笨女人给你碰上了。要是再碰上一个像前妻那样的女人，你最困苦的时候离开你，还让你净身出户，我想你再回想一下当年离婚的时候，你内心的那种苍凉感，再想想在这4年当中这个女人给你的温暖，你好好想想应该怎么去对她。该批评的都批评过了，儿子还在吗？来，有请。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我想知道这位是谁？父亲。你改变得了他跟你母亲离婚的事实吗？改变不了。你以你的生父和生母为耻吗？我不觉得为耻。那就接受喽，很简单喽。妈妈带着自己现任的老公，爸爸带着自己现任的女朋友出席你的婚礼啊，为什么他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你又说你接受他们的一切，你又不能面对这个现实，似乎是一种耻辱。那你就直接说好了，因为你们离婚，所以我觉得你们是耻辱的，所以我现在要拿起一块遮羞布把我自己遮起来。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你，单就婚礼的问题是在你，你们自己也没想清楚。这个阿姨在她的成长当中有付出吗？有付出。为什么不能去？丢人吗？是谁觉得丢人？主持人，我觉得说开了其实是这样对的呀。那女方呢？她比如 OK 好，如果一个女人连这个都接受不了，你为什么要娶她为妻呢？不是说爱一个人可以接受她的一切吗？她连你的家庭都不能接受，你娶她干什么呀？是不是这样？就啊，我爱死你了，我就爱你，结果你爸爸离过婚，那我不爱你了。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父，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母，但是我们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族所出现的问题，生父和生母给你生命的人，你都不能面对他们的情感，不能面对他们的生活，甚至以此为耻的话，那你已经忘记了你从何而来了。我没有觉得维持，不维持，不维持很简单啊，邀请你的妈妈，还有你妈妈现在的爱人，他们在一起生活是最亲密的人，来参加我的婚礼要观礼。邀请爸爸和阿姨，你们是我最亲爱的人，来观礼。在敬茶的时候，邀请新郎的生父和生母敬一杯茶。你自己如果有心的话，其实你应该敬阿姨和那个叔叔一杯茶。你要谢谢这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帮你照顾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你这都想不明白吗？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相信亲戚里没有一个人会轻视你，而觉得这小子像个男人。回家跟你的女朋友好好商量商量，去吧。谢谢主持人，说通了，我觉得对的。你商量商量去吧。娟，我知道这4年来你为我付出了很多，对我也很好。我知道你对我的真感情，我也是真的喜欢你、爱你的。虽然我们一直没有打结婚证，但是我从心里把你当成我的老婆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以后继续跟我在一起。我爱你。老沈，我觉得我跟你这么多年下来，也不顾家庭的反对，一直都是维护着你们。我的心一直是向着你和你儿子的。我对我的女儿都没有像对你儿子那样好。我觉得我最亏欠的就是我女儿。但是我觉得你这一次这样的态度对我，我觉得我心都凉了。我觉得自己就是很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人。在外人看来，可能我真的是不值得同情。所以我要考虑考虑，我是不是还要跟你走下去？我没有感受到你的，我真的是没有感受到你对我的一丝的关怀。时间到。爱情方面，如果2个人都很亲民的话，那日子怎么过呢？好吧，来，2位，请交换手里的箱子吧。哎，此时此刻，这个箱子交换之后，能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如果有人带箱子出来，我得确认一下。我可以。你可以了哈，你呢？我也可以。好，谢谢2位，来，请交换啊！谢谢你们，请回，谢谢啊！来，请关门。儿子的一场婚礼，带来了父亲情感的危机。唉，看他们自己怎么选吧。5、4、3、2，请开门。来，大哥。我帮你读吧。其实这些年炒股，我也不是没挣钱，我是存起来了，想攒够一定的钱，咱换个大房子，让你和女儿过上好日子。你得跟他说呀，你不跟他交流也不行啊。你先把他这问题回答了，愿意还是不愿意？愿意。愿意是吧？我愿意。好，当时为了给儿子买房子，我接了一个大单，结果被骗了2万。现在我的钱周转不开了，如果我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给家里拿钱，你是否还愿意和我一起继续走下去？我愿意。老沈，你流眼泪，不如赶快去争取，追去吧，向他坦白。啊，在那边，别犯傻啊！真的希望他们2个人能够看到彼此的这点东西，把那个藏的最后都撕开。当面具都撕掉的时候，全盘接受的时候，大概是你们特别幸福的时候。